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童颜哑巴把百花奖最佳和金马奖影帝对比，高下立判。前不久，台湾省电影《周处除三害》在大陆上映后，意外成为黑马，以6.65亿的票房和出色的口碑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阮经天凭借其鲜明立体的角色塑造，直接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。如果大陆的观众来评判，阮经天的演技绝对有实力角逐影帝的称号。然而，谁也没想到，最终从主持人口中宣读的名字，竟是41岁的实力派演员吴慷仁。他在电影《富都青年》中扮演了一个贫民窟的男人，身陷贫困，耳聋，口哑且略显癫狂，但凭借整4分钟的纯手语表演，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心。这简直就像最近百花奖最佳女配反转结局一样。原本大家以为是第20条中由高叶饰演的正义而执拗的女主角吕玲玲会获得最佳女配角奖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赵丽颖凭借在聋哑女角色中的出色表演一举成名，并以2票的微弱优势夺得最佳称号。然而，尽管人们常说演技不应被直接比较，但同样是扮演哑巴角色，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赵丽颖和金马奖影帝吴慷仁的表现差距显而易见。吴慷仁眼神和情绪层层递进，引观众共鸣。《富都青年》并非典型的台湾电影，其制片人来自马来西亚，影片内容也聚焦于马来西亚底层劳工所面临的困境。阿邦由吴慷仁饰演，与弟弟阿迪共同生活在富都的贫民窟，他没有公民身份。由于耳聋，阿邦说话也不太流利。他一直勤勤恳恳的工作，毫无怨言的付出，希望通过自己的踏实肯干，最终能够获得马来西亚的公民身份。为了更好地契合角色的外貌，长相英俊的吴慷仁只需稍作打扮便能展现出满身的公子哥气质。在这部剧中，他的皮肤黝黑粗糙，肩背萎缩坍塌，完全呈现出一个贫民窟长大的自卑者的形象。或许是由于生活过于艰辛，吴慷仁饰演的阿邦不仅显得老实，还流露出一丝看透世事的绝望与麻木。因此，当弟弟意外地将好心前来帮他们寻找身世的社工嘉恩击昏时，协助处理的吴慷仁表现得极为冷静，亲手将嘉恩捂死了。这是整部剧中最具争议的情节之一。嘉恩一直以来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，却在2人的手中惨遭杀害。如果不是吴慷仁后来的出色表演实在太感人，甚至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，这个金马奖影帝或许就会归属阮经天了。在监狱中，吴慷仁面对着一位探访的大师，倾诉了他真实的生活。尽管他黝黑的脸庞上那双眼睛闪烁着光芒，却掩饰不住眼中的泪水。吴慷仁的情绪逐渐递增，最初只是陈述自己的苦难，手语动作缓慢，眼神始终锁定对面，仿佛在祈求对方的理解。随着他愈发激动的讲述，额头上爆起的青筋和愈加迅速的手语，令人强烈感受到他对社会不公的深刻批判。一句我也想被爱，但是我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，不知令多少观众泪流满面。从最初的麻木不仁和不断辩解，到最后发现大师只是在引导他认罪时的愤怒。整4分钟的手语表演，吴慷仁将角色的绝望与压抑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处处展现了精湛的演技。作为一个因听力问题被迫成为聋哑角色的吴慷仁，在影片中仅有一句台词。到了影片结尾，他艰难地颤抖着嘴唇，挤出了3个字：我想死。整部电影的前半部分由于社会背景与我们相差甚远，实际上并不特别吸引人。最终，正是这2段充满沉浸感的手语表演直接助力吴慷仁荣登金马奖影帝之位。赵丽颖外在形象和肢体语言加分，
画面对比鲜明。相比于吴慷仁那震撼人心的手语，赵丽颖的表演更加生动，她的表情更为丰富，肢体动作也更加夸张。第20条的剧本本身就极其出色，因此她一登场时所带来的震撼感，几乎与吴慷仁不相上下。特别是当郝秀萍的丈夫被像狗一样拴在院子里，而郝秀萍则被拖进屋内受到侮辱的那一幕，单是这个情节就足以让人心情激动。尽管经过张艺谋的处理，依然令人震撼。为了能够出色地演绎这场戏，赵丽颖肯定花了很多心思，仅在形象方面就付出了不少代价。她的脸上布满了淤青，衣衫褴褛，头发凌乱，即使不言不语，也让人感受到她内心的崩溃。赵丽颖对着被束缚的丈夫开始痛苦地说话，这一刻，她的绝望更为突出。她的表演中甚至透出了对不争气丈夫的恨，不得不让人感叹：麻绳总在最细的地方断，厄运偏偏找上苦命的人。大家都说这部电影标志着赵丽颖的成功转型，不如说她终于完全放开自己，尽情演绎。相比吴慷仁从始至终紧咬声带，直到结尾才终于开口，赵丽颖在表演中则更多时候都在出声，她那悲切的哭声始终萦绕在观众的耳畔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单单用哭声或手语中的一种就已经足够震撼了。赵丽颖特意加入的哭声表演，从观众的角度来看显得有些多余。在这2部电影里，尽管角色的命运各异，但赵丽颖和吴慷仁都不约而同地用手语传达了"我想死"这一意思。2位演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小人物的无奈、卑微以及无力反抗，只能选择求死的绝望情感，难怪能够打动观众和评委，双双获奖。结语：吴慷仁在演绎哑巴角色时，无论是语气还是情绪，都在不断变化。他的层层递进表演，轻松引发观众的共鸣。或许正因为他成功塑造了角色的立体感和深度，即使在剧情设定备受争议的情况下，仍能力压软惊天，荣获金马奖影帝。赵丽颖饰演的聋哑人郝秀萍，或许因为是女配角的缘故，戏份相对较少，每次现身几乎都是在绝望时刻，而赵丽颖那手舞足蹈的表演则让人感觉有些过于用力。尽管结合剧情来看，仍然具有相当的冲击力，但这种角色经不起反复推敲。这次能够击败高叶，赢得最佳女配奖，确实是一个惊喜。